历经数十载，丰田之所以能赢得如今的声誉，关键在于其核心价值理念长久的可靠性。从富有传奇色彩的 2UZ F1 V8 发动机到几乎坚不可摧的 4.0 升 V6 引擎，丰田发动机赢得用户的信任，并非仰仗那些引人注目的技术参数，而是凭借其内在的稳定性、持久耐用性以及严谨细致的工程设计。正因如此，当 3.4 升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的主轴承问题浮出水面时，才让那些忠实的拥趸以及行业内的观察人士感到格外的震惊。这款发动机作为丰田新一代动力总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取代传统的 V8 产品线，并在提供更强劲扭矩的同时，实现更高的燃油经济性和更低的排放。从理论数据上看，它无疑是成功的。然而，在实际应用中，越来越多的车主、维修技师以及拆解领域的专家开始注意到一些令人不安的异常发动机噪音以及不稳定的机油压力，在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与主轴承磨损相关的灾难性内部故障。丰田明确表示，到2027年，他们绝不会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通过对材料进行革新、改进加工工艺、升级油路系统以及优化装配流程，丰田的工程师们已经悄然但坚定地对这款发动机进行了重新构建。这绝非仅仅是表面的修饰或者软件上的补丁，而是一次机械层面的彻底修正，其目标直指重塑丰田那历久弥新的可靠性标杆。解读 3.4 升主轴承问题，要理解2027年改款的深层意义，首要任务是清晰地认识问题的本质。主轴承绝非可以忽略的次要部件，它们承担着支撑曲轴的重要职责，需要在高负荷运转下维持油膜的完整性，并承受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力量。一旦主轴承发生故障，发动机将无法继续运转，而是会彻底停止工作。多位来自不同发动机制造商和经销商的资深技师反馈，早期生产的 3.4 升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在特定的工作条件下更容易出现主轴承的过早磨损。这些特定的工况包括长时间的高负荷运行、频繁的拖曳作业、高温的机油环境以及过长的换油周期，而这些恰恰是丰田卡车和 SUV 在设计之初就应该能够应对的。一位熟悉丰田设计理念的独立动力总成工程师对此解释道，问题的根源并非单一的灾难性缺陷，而是一些公差累积所导致的结果。当精密的轴承间隙、激进的涡轮增压、更高的燃烧压力与实际驾驶中的各种负荷叠加时，发动机的容错空间就会急剧缩小。简而言之，这款发动机在追求高效率和强劲动力的同时，曾经定义了丰田引擎安全运行的缓冲区域变得过于狭窄了。为何故障未能即时显现？ 3.4 升发动机主轴承问题最令人费解的地方在于故障显现的时间差，许多发动机在行驶了数万公里之后才开始出现症状。这种延迟发作的特性使得早期的故障诊断变得非常困难，并引发了关于故障是普遍存在还是仅仅是零星个案的争论。资深的技师指出，油膜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破坏是导致延迟的关键因素。当轴承经历反复的热循环和持续的负荷作用时，任何细微的润滑不一致都会被逐渐放大，一旦出现微观层面的磨损，就会加速其进一步恶化。一位资深的丰田发动机制造工程师这样描述，当轴承表面开始失去其保护层时，曲轴不会给你任何容错的机会，故障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看似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一些发动机能够正常运行，而另一些却会发生故障。装配工艺上的细微差别、油品的质量、驾驶习惯以及环境温度等多种因素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丰田的内部应对策略，丰田一直以其行事稳健而闻名。在公开承认机械故障时，他们通常不会发布引人注目的新闻稿，而是通过循序渐进的工程改进、更新服务公告以及修订零件编号等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策略在2027年的发动机改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行业内部人士证实，早在2023年，丰田就已经通过保修数据、经销商的反馈以及对拆解发动机的分析，启动了对该问题的调查。到2025年，经过改良的零部件已经在小批量生产和耐久性循环测试中接受了严格的验证。一位曾与丰田合作的前供应商工程师解释说，丰田绝不会轻易地对发动机进行重新构建，更不会轻易地重新设计发动机。如果他们深入到了发动机的核心部件，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识别出了长期的耐久性风险，并且不愿意继续沿用旧的设计。到2027年，这些改进措施已经不再是实验性的，而是成为了标准的配置。
2027年改版的核心变化，2027年的修订版主要聚焦于4大关键领域，这些领域直接影响着主轴承的耐久性。首先，丰田优化了轴承的材料配方，升级版的轴承采用了强化的3金属结构，具备更优异的抗疲劳性能以及更强的抵抗油膜波动的能力。仅此一项改进，就显著提升了轴承在承受高负荷和高温工况下的生存能力。其次，曲轴的表面处理工艺得到了改进，工程师们调整了微抛光的流程，目的是增强轴承接触面与油膜的附着性。这确保了更稳定的流体动压润滑油膜，尤其是在冷启动和急加速等场景下。第三，丰田对供油系统进行了一些细微但至关重要的升级。虽然整体的油泵设计保持不变，但是内部的油路布局已经过优化，以便在高负荷工况下优先保障主轴承的润滑。这直接解决了早期故障案例中出现的供油不足问题。最后，装配公差经过了重新校准，轴承的间隙被略微增大。虽然这种调整不足以对发动机的性能产生显著影响，但足以恢复其耐久性的安全裕度。一位专家在总结此次改进的理念时说道，丰田引擎曾经以其动力总成的耐久性而闻名，而这一次丰田并没有追求更高的马力，而是将重点放在了稳定性上。他们的目标明确而可预测，那就是实现全工况下的润滑保障。为何丰田未直接召回发动机？部分车主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丰田没有采取全面的召回措施？答案在于问题的复杂性，并非所有3.4升发动机都会发生故障，也并非所有早期生产的发动机都出现了异常磨损。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召回通常是由安全风险出发的，而不是长期的耐久性问题。丰田选择采取渐进式的改进策略，在通过保修覆盖和维修服务支持那些受到影响的车主的同时，也避免了大规模召回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这一举措可能让部分客户感到不满，但这与丰田一贯处理动力系统优化的方式是一致的。一位汽车行业分析师指出，丰田更倾向于通过工程解决方案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陷入法律纠纷。与其为了短期的舆论头条而争论不休，不如致力于在未来10年内修复引擎。这对车主意味着什么？对于目前拥有2027年前款3.4升发动机的车主来说，实际情况可能较为复杂。并非所有的发动机都存在潜在的风险，大多数车辆在得到妥善维护的前提下，将能够持续正常运行，直至车辆报废。专家强烈建议这些车主缩短换油周期，使用符合丰田最新规格的高品质机油，并尽量避免长时间高温工况下的超负荷运行。这些措施有助于维持油膜的完整性，减轻轴承的压力。对于那些正在考虑购买搭载3.4升 V6 发动机的丰田皮卡或 SUV 的消费者而言，2027年款的升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丰田的工程技术终于赶上了真实的使用数据。2027年改款如何重塑丰田声誉？2027年的改款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见证了丰田工程技术与实际使用数据的同步。此次改款的深远影响超越了单一发动机的层面，它昭示着丰田有勇气修正自己的方向，即便这需要付出高昂的内部变革代价。一位已经退休的丰田产品规划师这样阐述，丰田的品牌根基不在于完美无缺，而在于比任何竞争对手都更快的学习和进步。通过直面3.4升发动机的主轴承问题，丰田强化了一个理念：可靠性并非仅仅是一个营销口号，而是严谨工程学的具体体现。行业对比，当与其他竞争对手面临的类似问题进行比较时，丰田的应对策略往往以其深度而著称，而非速度。一些制造商可能会试图通过软件更新或调整保养周期等方式来解决发动机的底层故障，而丰田则选择了从机械层面进行修复。一位独立的发动机顾问阐释了这种做法的关键意义：软件只能掩盖问题的症状，而硬件的修复才能真正杜绝故障的发生。丰田选择了更加艰难的道路，而这种做法表明2027年款的发动机不仅仅是得到了改进，而是从根本上变得更加坚固可靠。展望未来，问题是否真正解决？没有任何一项发动机的改进能够保证绝对的完美。然而，早期的耐久性测试以及装备改进型发动机的车队数据都显示，轴承的磨损已经大幅减少，高负荷下的油压更加稳定，长期运行的一致性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拆解专家对早期生产的2027年款发动机进行的检查报告显示，轴承表面磨损均匀，热变色现象轻微，油膜的保持能力也得到了提升。这些迹象表明丰田的改进方案效果显著。
一位拆解专家总结道，这才是这款发动机最初就应该达到的状态。最终思考，丰田2027年的引擎改进计划或许并非一次轰动性的公开宣告，但它很可能成为本10年中最重要的工程修正之一。通过从材料、润滑、加工以及装配等各个方面全面解决3.4升发动机的主轴承问题。丰田所展现的对耐久性的承诺已经超越了营销层面，对于长期的车主而言，此次改进代表着信心的回归，而对于那些曾经对丰田的可靠性产生质疑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证明，即使是最严谨的汽车制造商也会犯错，但他们能够通过工程上的诚信重新站稳脚跟。归根结底，3.4升主轴承的故事并非关于失败，而是关于丰田如何正视问题，吸取教训，并重建其最初成就引擎传奇的那份核心优势。